丹泽尔的是一张梅花 K， 0号这边是一张黑桃9，接上集。先生，扔进去吗？行，听你的，扔吧。见到那张梭哈的牌子，丹泽尔终于浮现了一丝笑容，将自己这边梭哈的牌子也扔了出去。下一刻，索性把自己那张暗牌掀开了。林，你终于还是上当了。反正已经全部梭哈了，不会再有变动，所以暗牌先不先无所谓的。观众席看到那张暗牌，齐齐发出了一声惊呼，是一张黑桃 K， 等于说丹泽尔手牌现在是一对 K。乔西和拉达尔，包括渔业部门的几个人，一扫之前的阴郁，面上终于浮现了笑容。而于法科这一边，大家的面上则变得格外凝重。0号也翻开了自己的底牌，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翻开他自己先看了一眼。我去，这么大！哈哈哈，林，看来我的运气要好一点。0号挠了挠头，他暗牌居然是一张方片2，这要是比谁的牌更小，拿到这一张他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帮我翻译一下，让他的屁别放得太早了。美女一脸的尴尬，不知道这句话该怎么翻译。看到是方片2，乔西他们面上的笑容更盛，还有出言讥讽的，但很快被酒店的裁判团给制止了。接着发牌，0号敲了敲桌子提醒荷官，这次先发的是丹泽尔，结果第3张又是一张 K。哈哈哈，很好，我就知道他会来的。丹泽尔将那张 K 与2张牌放一起，一脸的激动。他颇为自负，刚开始乔西他们找到他开出的条件是赢了800万刀，输了100万刀的酬劳，结果他不同意，他提出的条件则是输了一文不取，赢了他要赌注的20%，等于说赢了他能分到2000万。现在来看，3张 K， 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林，很抱歉，看来这一局你没机会了。0号摆手，没让旁边的美女帮着翻译，他全当对方在放屁。乔西他们已经在庆祝了，而于法科这一刻出奇的平静，没了之前的兴奋，也没了担心。0号看着对面的3张牌，突然没忍住笑了起来，笑得大家都莫名其妙的。他也明白今天自己应该是输了，之所以发笑，是他突然想到了曾经看过的爱情公寓，美嘉说的3个老头没水喝，所以在斗地主里是最小的牌。他没有翻自己的牌，丹泽尔也没在意。示意荷官接着发牌，第4张牌，丹泽尔的是一张方片9，他把牌拿在手里晃了晃。哦，这一张牌你肯定很想要吧？0号示意荷官把最后一张发了，丹泽尔又多了一张9。他哈哈大笑。目前他的牌型组合是3张 K， 2张9，3带2，是葫芦牌型。这种牌在梭哈中算是比较大的，除了4条和同花顺，就没有比质更大的了。而0号虽然还有3张牌没翻，但翻开的2张是2和9，所以同花顺是不可能了。而4条只有2和9有可能，而9丹泽尔就有2张，所以只剩下了2，等于说0号能赢对方，也只存在于1/1000的理论值上。林，谢谢你的1个亿。前半场的丹泽尔很郁闷，所以这一刻能挖苦对方，他也绝不会放弃的。0号看了一眼于法科，后者笑着点点头，嘴型就表明了2个字：小事。他也跟着笑了笑，手摸到牌桌上，将自己一直没看的3张牌翻开来，随意瞄了一眼，他自己都有点懵，忘了自己好像是位面之子。丹泽尔先生葫芦，林先生4条，这一局林先生胜。原本还在那兴奋地畅想着拿2000万去哪玩的丹泽尔，下一刻被荷官冰冷的声音打断了一响，愣了愣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随即看向了0号面前的牌桌，3条2，一直扣着的3张牌，真的是3条2？不可能，这么低的概率，怎么可能？他喃喃地说着，浑身的力气这一刻像是被抽空，韦顿的一屁股跌坐在椅上，目光直直地盯着0号最后翻开的3张牌，渐渐的没了焦距。原本已经起身庆祝的乔西等人与丹泽尔差不多，双眼的神采正在渐渐的消失。而另一边，于法科一跃而起，2号牛大了，咱赢了，哈哈。韩顺平含笑点着头，心里想着肯定是昨天真人开光所致，不行，这趟回去一定要找真人给自己也祈个福。真人一直说自己戾气太重，看有没有办法化解，要不行就安排人回国内资助一些偏远山区的困难户。他仔细回想着昨晚真人自0号房间出来给他说的事，一是行善总没坏处，功德到了自会有福报。第二点说0号那孩子气运无双，可以多多亲近，对事业可能没有太多帮助，但或能挡得1、2次灾祸。现在看到这种情况，他对真人说0号气运无双那可是性格十足时，还好这孩子讨人喜欢，自己也没有摆过脸子，接下来只要用心维护这一层关系就妥。现在我宣布此次对赌的获胜方是0号先生，酒店会留存此次对赌的影像5年，还会拷贝2份，给参与的双方各1份，作为对赌协议的证据留存。酒店方宣布完之后，伍德先生起身，先看了眼目中无神的乔西和渔业协会的人，这才宣布道：依照协议，渔业协会要出具一份5年时间的渔业销售许可，并允诺5年之内不干涉我当事人的任何经营行为。我不会去协会索要这些，会直接找贵方的代理律师事务所。看了一眼对方的代理律师，对方郁闷的点点头，这是他的职责范围之内，没办法，在帮对方审核协议谈判时，他
他本身就是代理人的身份，所以如果对方不履责，他也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伍德又看向拉达尔，依照协议，我方会在2个工作日内向您所提供的账号转账1美刀，在收到钱的那一刻，你与瑞丰渔业将不再有任何的关系，40%的股份视为已交割。拉达尔先生，你有问题吗？拉达尔看了眼对面的于伐科，欲言又止，好一会才失落的缓缓摇摇头。把我的筹码直接兑了，钱直接转到于先生提供的账号里。对了，这个给你们。林浩挑了3个50万的筹码，给了荷官和2个帮着理筹码的美女1人1个。不是他穷大方，关键是桌上最小的筹码就是50万了呀。弄好之后，他走到韩顺平和于伐科的面前，笑着道：“幸不辱命，干得漂亮。”于伐科轻轻在他的胸口擂了一拳，韩顺平也抬手在他的肩头拍了拍。昨晚真人从你房间出来，说你本就是有大气运之人，今天看来还是真人厉害呀。林浩有些无语，分明厉害的是我好吧，关那老道什么事？韩叔，咱今晚要不庆祝一下？您请的厨子走了没？赢了吗？不仅于伐科开心，林浩自己也开心。赢了钱不说，多了产业也不说，最重要的不负老友的众望。没走，走了我也让飞机再把人拉回来。哈哈，想吃啥跟叔说。乔西看着对面庆祝的人，双眼中的阴翳不加掩饰。乔西，今天开始我们再无关系。拉达尔郁闷的长叹一声，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乔西看着他嘿嘿一笑，拉达尔，你该给我点补偿。怎么说，我也是在帮你忙的。接着又看向渔业协会的几人，赌约是我按照你们的意思进行的，输了的几千万现金应该由协会来出，这钱你们得补给我。别开玩笑了，乔西，对赌是你一手促成的，你还说了100%能赢，当时你可说了，这笔钱赢了全是你的。赢了自然全是我的，但输了……不等他话说完，对面走过来一人，来到乔西面前。请问是巴尔代雅乔西先生吗？我是纽约福特达姆斯特林律师事务所的托德，我们受理了关于你买凶伤人、致5人葬于大海的案子，目前已经向新泽州的警署提交了关于你的逮捕令。乔西双眼微眯，而渔业协会的人和拉达尔对视一眼，几乎同时与乔西拉开了一点距离。先生，我想你是搞错了，我是守法之人。对方摇了摇头，不接这个话茬，依旧直白的道：警察已经在酒店的门口，至于先生是不是无辜，我们已经掌握并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警察没直接进场抓人，也是怕在酒店引起骚动，毕竟这是5星级的酒店，里面住的人非富即贵。韩顺平看了一眼神色已经有些慌张的乔西，微微一笑，然后在于伐科的胳膊上轻拍一下。大号也累了，咱回房间再聊吧。对，走，我们回去。晚饭自然是丰盛的，不过韩顺平让2人少喝点，他夜间就要离开这里，所以等一下还有点事跟2人商量。吃喝结束，几人到了于伐科的房间，也就4个人，除了3人之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叫小雅的女人。干爹，您直接吩咐就是，我们照做。韩顺平挥了挥手，这才道：拉达尔的40%分子作价5000万卖给我。说罢看向林浩，见对方面上平静，他接着道：我是长辈，你们来一趟我也没什么好送的，这样吧，40%到手的份子我留20%，剩下的20%你俩一人加1%，等于说瑞丰接下来的股份我占20%，你俩各占40%。韩叔，这不合适。对呀，干爹，咱都是一家人，你拿大头，我和阿浩不会。你都说了是一家人，那就别啰嗦了。韩顺平不给2人再推辞的机会，一指旁边的女人：你俩也没时间，所以这边收购的事就让你们雅一暂时负责着，出售的渠道阿珂负责。随即又看着女人道：阿浩有几个朋友在收购站里，你倒是跟他们多沟通。这句话明着是跟小雅说的，实则是说给林浩听的，告诉林浩，你安排那几个心腹，小雅不会动，你放心好了。韩顺平这边安排好后就回了屋，房间里就剩下林浩和于伐科。我干爹投了5000万，这笔钱严格来说是拉达尔的，但你帮着赢了，所以现在该是你的，还有赢的1亿美刀现金，咱俩37吧，我占个便宜占30%。林浩哭笑不得：阿珂，你这是看不起我呀？于伐科也咧嘴一笑：行吧，1亿咱俩55，包括那5000万，咱俩都55吧。生意上还是该咋样就咋样。对了，把你店的那1200万扣了，等于说还有我6300万。这笔钱我想想怎么花，暂时就不带回国内了。于伐科犹豫了一下：阿浩，你国内的账上还有钱吗？除了天浩发展流的备用金就没了。你也别说那1200万了，就当是你上场对赌的辛苦费，这点再掰扯那就真没意思了。你到手7500万，我建议你还是留个1500万备用金，到时我会帮你走外汇账户汇入国内。你摊子铺的这么大，总得留点现金流在手上才安全。林浩一想也是这么个理，1500万换算下来也有1个来亿人民币。不过这会得于伐科提醒，他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好像留1500万也不大够啊。阿珂，留5000万在这边吧，帮我运作2500万回国。行吧，那你是打算明天去阿拉斯加？林浩点头。你和雅姐先对接一下，这边的事只能是辛苦她了，我俩也别不懂事，给雅姐5%的股权分红吧。2年之后运作正常就转为股份，要是2年之后发展的不好，那给不给人家也无所谓了。就怕我干爹说我，你私下跟雅姐说，叫她瞒着韩叔。于伐科翻了个白眼，你以为雅姐就不说了？韩顺平叫两人叫姨，但两人私下还是称小雅为姐，没办法，对方年龄确实也不大。林浩没好气在他脑门上拍了一下，这时候咋转不过来弯了？他肯定会说，但并不是当着韩叔面给的。韩叔明白我们心意之后，肯定会装作不知情的。卧槽，你知道你手有多重吗？把我拍成脑震荡你就死定了。没事，这世上聪明人太多了，多一个傻子也不错。阿浩，咱商量个事呗。有屁就放，要不是好屁你就忍着。于伐科没管他的揶揄，接着说道，要不在你家新宅旁边也给我留个地基吧，咱俩还能当个邻居。想都别想，妈祖不喜欢你。你这话就过分了，你咋知道妈祖不喜欢我？两人打了会嘴炮，不知不觉就到了10点多。林浩的电话响了，一看来电是老婆打的，就打算把于伐科撵滚蛋。你搞清楚，这是我的房间。哦，那我滚蛋。于伐科笑了笑，见对方出门，他也整理了一下衣服出门。韩顺平夜里就要回去，他要去机场送人。对于昨天的惊天赌局，外人知之甚少，但约克还是听说了。林浩大概明白，约克之所以让他从硅谷转一圈，是因为又惦记上他手上多出的现金流。于伐科告诉他，约克这个人可以放心用。飞机降落在圣荷西国际机场，约克弄了辆奔驰来接他。这不是你的车 ，Boss， 您的身份自然不能坐那辆丰田，这是我租的，有点贵。给你报行了吧？嘿嘿，亲爱的老板，你永远是那么的慷慨。酒店还是安排之前的那个套间，这次不同的是得林浩自己掏钱了。入住之后，约克让他先休息一下，中午再请他一起吃饭。不必那么麻烦，中午我叫点吃的，你12点钟过来，我们在房间里吃，说是也方便些。约克答应一声便离开了。哥，你昨天好帅，我就知你能够打败哪些老外的。你哥我是有妈祖保佑的。对了，阿和来这边好些日子了，你无聊吗？有没有想评评？哥，你是知道我的，有想哥，要不我们今晚嘿嘿。滚蛋，就知这些。对了，阿和，这次回去我分100万刀给你，当做你来这边的工资。哥，这也太多了，我不要。给你就拿着，明天我去办事，可能不带着你了，你就在酒店哪里都不能去。知道了，哥。阿和起身回了自己房间，没有睡觉，也就洗了个澡，清醒了一下大脑，又拿着记事本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记录了一下。差不多11点半，他点了一些餐食，不等酒店送餐，约克就到了。老板，标普已经跌到了1598，我想和你确定一下，真的到明年10月份才交割？有问题？当然没有，只是我想提醒一下，现在本金已经翻了1倍，若是收，不用了，你看着操作就行。这个话题显然不是约克主要想表达的，立马又含笑问道：老板，听说你手上有7000多万的现金，要不要我帮你运作投资，再投入标普？约克却立马摇头：老板，我们在标普的钱刚刚好，还不至于引起其他人的重点关注。若是我们再投7000万进去，不动用杠杆的话不划算，动用杠杆的话资金量过大，让人以为我们在狙击标普，那就不好了。到时候再有那帮大鳄基金出手反狙我们，那就麻烦了。我们的这点钱在他们那里还是不够看的。林浩笑着点了点头，对于约克的回复很满意。那你认为这笔钱该怎么花？约克拿出一份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报表。老板，这是我筛选的几家公司。林浩接过，入眼倒是有几个熟悉的名字：谷歌、雅虎、思科、甲骨文，几乎都是高科技公司。在末尾，他看到了苹果的名字。报表中有明确的公司现状，目前苹果市值是720亿美刀。总裁史蒂夫·乔布斯因为02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走过低谷之后，大部分互联网高科技公司这2年估值都有所反弹，但苹果的估值近1年都呈现了小幅度的下跌，这也是为何苹果的排序在约克提供的报表中垫底的原因。苹果的股票表现并不好，你为什么会列入报表？约克耸了耸肩：老板，我看中的并不是苹果，而是史蒂夫，那是个伟大的天才，而且早在1年前就传出苹果转向移动电话领域。虽说目前摩托和诺基亚很强势，东边还有三星和索尼也在拼命的挤占市场，但以我对史蒂夫的了解，就像他97年回归之后推出的 iMac 一样，一问世就惊艳了全世界的目光。所以若是投资苹果，是带着赌的成分在内，要么大赚要么大亏，并不如前面几家那么稳妥。又是一个乔吹，不过倒也不算太过分。约克，你是个眼光独到的人。林浩调侃的语气让约克一时之间分不清这句话到底是真的夸赞还是在挖苦。那么老板，你打算投资吗？不急，
下午我再考虑一下，晚上我俩来确定。那你下午有什么安排吗？不等林浩答复，他又提议道：“下午硅谷这边有个金融界的聚会，高盛和摩根大通组织的，你要是愿意，我可以陪你一起去转转。”没有准入门槛。当然有，刚好我手里多一张鱼的邀请函，而他肯定是来不了的，所以抱歉，要委屈你一下。作为鱼的代理人，林浩想了想，下午反正没事，就当是长见识了。至于投资，他心中已经有了底。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与约克确定，是因为他不想表现得太随意，要让约克明白，每一笔投资都是他深思熟虑的。聚会组织得很松散，不像国内有官方来组织，更没有领导发言，说成是酒会应该更恰当一些。无非就是邀请到一个会场内，大家各自聊天，结识人脉，促成投资合作。林浩来此主要是抱着看大拿的心思，现场的大拿不少，但他真正认识入眼一个都没有。收回目光，呷了一口红酒，体会着口中的酸涩，正想着是不是现在撤算了，下一刻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拿起一看，发现是昨天韩顺平留的号码。韩叔，您咋这个时候给我电话了？阿浩，你到了硅谷怎么不给我电话？韩叔，我就在这边转一圈，明天一早就去阿拉斯加了。那不明天走吗？这样稍晚点我安排车去接你，晚上到我这来吃饭。行，那我把地址报给你。林浩叫来约克，把手机递给他，帮我把这里的地址发给这个号码。没办法，这破手机是阴险的，除了接打电话，他根本没办法发送信息。约克发信息的间隙，他抬头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人在另一人的带领下走到一张桌前坐下，不知道聊些什么。老板，你的手机。林浩抬手看了眼表，现在走不成了，待在这里等韩叔的人来接自己。正有些无聊，一个清脆的声音走到了他面前：“小日子人。”龙国人，地道着呢，纯纯的那种。林浩头也没抬，有些恼火的回道。对方也不恼，还咯咯笑了一声，也换成了国语：“我也是，纯纯的。”林浩这才抬头，发现是那个明星，叫什么来着？不怪他一时之间叫不上来。曾经的他就不追星，唯一去现场看过的明星就是郎朗，当时的票还是一个做商贸的调友送的。结果个人没那音乐素养，听到一半就睡着了。有事？没事，在这碰到国人也是缘分，方便我坐在旁边吗？林浩示意无所谓，女人面上闪现一丝讶然，这年轻人是真的不认识自己，还是装的？坐下之后，女人自我介绍：“你好，我叫李彬彬，是个演员。”哦，我知道，我看过你和葛大爷演的戏。我叫林浩，是个渔民。听到前半句李彬彬还挺高兴，后半句对方的自我介绍就让他彻底无语，心说你一个渔民能来到硅谷这么顶级的酒会？不对，应该说你一个渔民来美国干啥？推销自己的咸鱼，交浅言深，本就是初次相见，李彬彬也有自己的自负，林浩不愿多说，他自然也不好多问。他来这里纯粹就是歇脚的，毕竟刚刚穿着高跟鞋应酬了好一会。你说你是渔民，怎么进来的这里？都是国人，林浩也不会扯谎，指了指刚好拦住马斯克在闲聊的约克。我有个朋友认识他，就让他带来看，开眼界。李彬彬见他说的真诚，倒是有些相信了，估计这家伙朋友有点能量，把他带到这来长长见识，倒也没什么看不起，毕竟他觉得自己也是，如果没有邓文迪女士带着，他也进不来。林浩的目光一直盯着约克，见他和马斯克互换了号码，心中一喜。马斯克离开，约克也往这边走来，恰在此时邓文迪也在招手叫李彬彬，他起身离开，没走2步，身后传来约克的声音：“老板，已经约好了，按你说的明天下午2点。”他脚步一顿，但并没有回头，想来是自己听错了，约克应该不是跟那个年轻人打招呼。来到邓文迪身边，就听他问道：“你认识那个年轻人？”“不认识。”“那就离远一点。我跟你说，在硅谷捞女捞男比国内可多了。你知道他有什么其他心思？对了，他没请求和你拍照吧？你可千万小心，他和你拍张照传回国内，再找个媒体说一些似是而非暧昧的话，那他可就出名了。”“我会小心的，文迪姐。”“你既然想进入好莱坞，就得小心谨慎。”邓文迪看了一眼手表，又道：“差不多我们该走了，今晚我带你去见一个大人物，能量很大。”说完，又上下打量了一眼李彬彬。“等一下换身衣服，知性一点。”“文迪姐，我们这是要去哪里？”上车之后，李彬彬这才小声地问道：“去拜访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杰克和杰特来这里的时候都去拜过，我还听说他近期会有些动作。你啊，要是想在这边发展，若是他发句话，以后你的路肯定会顺畅得多。”邓文迪解释的不算清楚，李彬彬也不好再问。相距不到60公里，而且并非是往市区里开，所以车速不慢，差不多40来分钟，车子停在了一个庄园的门口。两人下车，目光不由得往上看，打量起整个庄园。庄园依山而建，有一种下山猛虎的感觉。跟着邓文迪走向大门口，片刻就有个年轻人出来相迎。“二位找谁？”“我们是来拜访韩先生的，之前通过刘先生约过。”年轻人说了句稍等便进去了，没一会再度出来：“不好意思，韩先生今晚临时要约见贵客，二位请回吧。”“先生您好，我是新闻集团默多克的妻子。”“哦，是邓女士啊，
你好，你好，实在抱歉，今天韩先生临时有事。邓文迪知道今天肯定是见不着人了，正想着离开，就见一辆商务车从远处开了过来，车子并没有停在停车场，而是直奔大门，显然是打算直接开进去的。见到门口的众人微微鞠躬，邓文迪知道这应该就是这帮人口中所谓的贵客了。眼瞅着车子驶入大门，他内心中之前有的一丝窝火已完全消失。他现在的阶层让他明白，自己和对方的差距应该很大，所以没必要恼火。走吧。邓文迪有些失落地拉起一边的李冰冰。就在两人转身之际，那个商务车就停在了门内，车门打开，林浩下车看向两人，犹豫了一下，还是喊道：“李冰冰，还真巧，你怎么在这？”两人愕然转身，李冰冰面上一喜：“哟，小渔民，你咋在这？”没有掩饰，所以口音中还带着点东北味，听着挺欢乐的。邓文迪眉头微皱，在脑海中过了一遍，依旧记不起面前的年轻人是谁。之前在酒会，他也只是远远的一瞟，以为是捞仔，根本没怎么在意。韩叔，哦，就是这里的主人叫我过来吃个饭，你们这是？李冰冰看了眼邓文迪，见他没有开口，只得如实答道：“我们也是来拜访此间主人的，只是主人家有贵客，所以……”对方的话没说完，但林浩也明白了，看了眼旁边的众人，有一个人眼熟的，之前和韩叔一起去的大西洋城，便对着他道：“这是我朋友，请的一起进去行吗？”那人没吭声，倒是站在一边的中年人笑道：“是林先生的朋友，自然可以。老爷有吩咐，可不能怠慢了林先生。”听到老爷的称呼，林浩面上抽了抽，心说都什么年代了，您贵姓？当不得林先生如此问，我姓丁，您叫我老丁就行。丁叔，你等一下，我跟我朋友说一下。林浩并非喜欢多管闲事的人，他也没有追星的想法，但还是想着出手帮一把。一是出国在外，看到国人的那种天然的亲切感；其二，刚刚从李冰冰的口中，他也大概明白了，这两人和韩叔之前约好，而因为要招待自己，韩叔才不见的，总感觉心中有些过意不去。要是不忙的话，要不我们一起进去吃个饭？他走到李冰冰面前道。李冰冰再度看向邓文迪，后者面上堆满了笑容，伸出手道：“我是邓文迪，有劳林先生了。”林浩一怔，这女人的自我介绍很有意思，她说的我是而不是我叫，这是对于自己的身份极为自信，只要报出大名，对方不说那头就拜，但肯定应该听过才对。不巧的是，林浩还真的没听过，不过对方的手都伸过来了，他总不能不给面子，伸手浅浅一握。邓女士你好，我叫林浩。邓文迪将他的神情收入眼底，面上狐疑更甚。不应该呀，他倒不是自负，但在美国的华人圈子，不知道他的还真不多。毕竟新闻集团可是赫赫有名的传媒帝国，他可是创始人兼董事长默多克的老婆。走吧，让主人家等候就不好了，一起上车。很快车子停在了一幢建筑前，韩顺平似乎是听到了汽车的声音，缓缓从里面走出来，面上带笑看着下车的林浩。韩叔，我今天可是要做恶客了，您不能怪我，我实在是没时间准备礼物。你小子，那我可得记着，下次你来一定要补上。车内的邓李两人刻意缓了一步下车，邓文迪以极快的语速低声问道：“你和他怎么认识的？”“就是之前的酒会那个，文迪姐没认出来。”邓文迪愣了愣，不过也没再说什么，招呼着下车。刚好看到跟韩顺平说笑的林浩，他心中更惊，这关系不一般啊。韩顺平显然是得到了人通报，所以看到下车的两人并没吃惊，而是缓缓的点点头。你们是阿浩的朋友，那自然就是我的朋友，进来坐吧。林浩随在身后第一个进门，很普通的装饰，大部分家具应该是红木，反正他也不认识。直接坐餐桌边，也到了晚饭点，咱们边吃边聊。也就4个人，韩顺平自然是坐在正对门的上方，他示意林浩坐在左边，两位女士坐右边，下方空着好上菜。邓女士，刚刚之所以闭门，第一确实是阿浩来了，只是普通的家宴，我不好留其他客人。其二嘛，我对你所接触的行业也不懂，说实话也没什么好谈的。韩顺平还是解释了一句刚刚不见的原因，但在林浩看来，这解释还不如不解释呢。两个原因都在表达一个意思，老子不想见你。没成想邓文迪倒是笑着说了句叨扰：“韩先生，是我不知轻重了，改天有时间一定要给小弟一个赔罪的机会。”韩顺平摆摆手，又看了一眼李冰冰，邓文迪赶忙介绍了一番：“哦，挺漂亮啊，有志气是好的。”说罢，看了一眼旁边的林浩，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林浩心说：“老头，你肯定是想歪了。”不过他也懒得解释，人是他带进来的，结果刚进来就急着和对方撇清关系，总算不得好。此刻已经开始上菜，有人拿来了酒，有白有红的。韩顺平问了两位女士，结果两人都说能喝点白酒，这倒是让他的面上浮现了少许的笑容。啊好，以后来这边就不要住宾馆了，等一下你留阿丁的电话，到之前给他电话，他去车接你。韩顺平之所以对林浩这么热心，一是林浩本身的气度，昨天的对赌林浩表现得很好，不急不躁，闲庭信步一般，而且林浩的诚心让他感觉很可信。第二嘛，自然是广兴真人的那句话，林浩是个有气运的，与之多接触于己有利。行啊，下次我带我老婆一起来时就得叨扰您了。
韩顺平笑着举杯，来来来，先喝一杯，好好吃菜。今天这一桌才是地道的潮汕风味，冻红蟹、焗鸡、白灼海螺片，还有少不了的卤味，口味相当好。韩先生，我敬您一杯。李冰冰多少有些拘束，双手持杯起身道：“家宴嘛，快坐下。”喝完一杯之后，韩顺平再度道：“想来合理货发展不容易啊，这么些年，国内走出来的也就那几个能打的。冰冰就是很仰慕韩先生，所以来。我都是老头子了，有啥好仰慕的？不过同是国人，要是不介意，倒是经常来玩。在这边要是有些小困难，可以来找我。”邓文迪被打断话丝毫不恼，听到这一句更是大喜，拉着李冰冰再度起身敬酒。敬了韩顺平之后，又倒满杯要敬林浩。我可帮不上什么忙，坐着随意喝吧。林先生说笑了。邓文迪说完，还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见两人皆如此，林浩只得也喝了一杯。1个多小时后，晚餐结束，两人告辞。林浩也打算回酒店，他晚上还有事。不住这，韩叔晚上还得回去，约了人谈事情。韩顺平没再客气，只是让他稍等一会。倒是邓文迪他们先离开了。韩叔有啥吩咐？那个邓文迪不简单，以后要是打交道你小心一点。一个女人能如她那样，没点小心思是不可能的。韩叔，我可没打算跟她再打交道，我的情况您了解的。韩顺平摇头，这女人属狗鼻子的，可能是听到了一些风声。林浩不解，沉下心听对方接着说：“我打算弄一个发行公司，前期可能只接受一些国内片子的海外发行，当然也不可能刚开始就全球铺满，慢慢来嘛。估计他是听说了，今天他来想介绍那个丫头给我认识是真的，更主要的，我估计是想入股。韩叔，那我今天擅自带他进来，是不是让你难做了？”韩顺平笑着摆摆手：“有啥难做的？我倒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想法入一股？”我随即，林浩陷入了沉思。这一行他不懂啊，要说兴趣也不浓，就当是给国内文化输出贡献一部分力量嘛。我去年回了一趟国内，见了几个领导，他们也有这个意向，所以才会有这想法的。听韩顺平这么说，林浩不好拒绝了。那行，我听韩叔的，不过暂时我可能抽不出多少钱，要到明年10月份。钱是小事，况且弄个发行公司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让阿珂也占一股吧。事情谈完，韩顺平又让人拿了一个长盒子过来。这个我给你的，不准推辞。嘿嘿，谢谢韩叔，下次来我想办法给您泡2坛子土龙酒，那玩意壮骨提神呢。哦，那得挑那种大条的，再放2只好点的山餐。韩顺平不仅不推辞，还增加了要求。好，保证是最好的。哈哈，那我可等着了。行吧，你要回我安排人送你。刚到门口，结果发现邓文迪的车还没走。林先生，如果要回硅谷，可以上我们的车。林浩没怎么犹豫，顺道的是倒免了别人的麻烦。丁叔，那就不用您送了，我搭顺风车吧。车上，邓文迪坐在了副驾驶，将后排位置留给了林浩和李冰冰。林先生来美国是旅游？对，和朋友一起来玩。韩先生是把您当成子侄了啊，你们这一层关系真让人羡慕。林浩突然有些后悔上了这娘们的车，尬聊很没意思的，似乎是感受到了林浩身上的那股子疏离感。邓文迪也沉默了下来。李冰冰打开了中间的一个小冰箱，递出一瓶水。林先生，你喝水。还是叫我小渔民，听着顺耳些。李冰冰也没忍住笑了起来。这句话也将刚刚产生的陌生再度冲散了少许。你为什么要骗人，说自己是渔民？真没骗你，我真是渔民来着，家就是闽省的。以后若是有空，你可以去我那边玩。李冰冰拿出手机，我可当真了。那你把电话给我，不然我去找不着人。哟，碰到一个和自己一样不客气的性子。林浩当即报了号码，两人互换了一下。酒会上他并没多想，纯粹是同为国人那份亲切感，所以和对方聊了几句。而傍晚时分带着两人见韩叔，也有点卖好的意思。当然不是像邓文迪，别看李冰冰在这里像个小媳妇一样一步一趋的，但在国内可是妥妥的一线艺人，4弹双冰，不仅业内认，观众也认的。而他的天号是需要有一个代理人的。能问一下，你和韩先生怎么认识的吗？李冰冰自然有自己的心机，她知道邓文迪想知道什么。林浩犹豫了一下，还是半真半假的道：韩叔人很好的，我其实认识的时间不长，我是跟朋友来这边旅游的，朋友家里和韩叔有渊源。我看着可不像，韩先生分明是把你当成亲子侄了。林浩笑了笑，并没有再接话茬。对了，你觉得我来好莱坞怎么样？这个我不懂，但为什么要来呢？国内市场蓬勃发展已经足够大了。李冰冰对他这样的观点不认可。可是好莱坞才是世界电影的中心，稍有些野心的无不向往能在这样的平台上展现风采，比如成龙和李连杰他们。林浩微微点头，笑着道：那你好好努力。又不是真的亲朋故旧，他没必要对别人的人生规划去指手画脚，而且人家也不一定会领情。那你什么时候回国？大概还要几天吧。这段时间都在硅谷？不是，明天我要去一趟阿拉斯加。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几乎都是李冰冰问，他选择性的回答。
坐在前面的邓文迪一边听着两人聊天，一边摆弄着手机，好像在给人发信息。很快车子到了0号的酒店门口，他向两人道别下车，约克就在门口等他，见到他后赶忙笑着问道：